拜登说出毁灭台湾计划，美军已开始实施，台当局默契配合，解放军有的是办法对付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近日，拜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嘴巴秃噜了。他说，美国有比毁灭乌克兰计划更疯狂的计划，那就是毁灭台湾的计划。对此，台湾地区当局怎么回应？他们慌忙称该消息是谣言。至于拜登是不是真的说了这句话，这可是有视频资料为证的，直接查一下就知道了。即使想为他辩解，也只能说拜登老糊涂了，嘴瓢了。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拜登说漏了嘴。这个疯狂的计划本来就是美国正在实施的项目，只不过最后能不能达成其目的，主动权在中国大陆一边。我们是绝对不会允许美国人毁灭台湾的。随着解放军作战能力的日益增强，美国利用台湾问题阻止中国统一，但美军不直接参战，逐渐成为了共识。所谓毁灭台湾的计划，实际上就是由美国向台湾地区当局提供武器装备，鼓动台独分裂势力以武拒统，以提高两岸统一的代价，甚至要把台湾地区变成布满武器的刺猬，把武力统一的过程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巷战，最终将台湾地区打个稀巴烂。为什么说美国早就已经开始实施毁灭台湾的计划呢？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。第一，美国试图掏空台湾地区的核心产业。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看，美国不允许台积电等高端电子产业被统一后的中国所控制，现在正在推动台积电变成美积电，万一不行，就直接摧毁台积电等相关企业。第二，力推以非对称作战为特征的豪猪战略和刺猬战略。美国人明白，用常规的对等作战手段，美军不一定是解放军的对手，更不要说孱弱的台军了。所以，大力发展单兵作战能力，增加后备军人数量，提高巷战能力，才是刺猬战略的目标。美国已经向台湾地区当局施压，要求台军往这个方向改革。第三，大力推进对台军的培训计划。今年已经有营级规模的台军部队进入美国，此举的目的就是推动台军在作战思想上向美国和北约靠拢，在指挥体系上融入美国的数据链，在台军中培养一批听美国话的人。如果看看现在的乌克兰军队是如何听从白宫和五角大楼指挥的，就不难明白美国想要一支什么样的台湾地区军队。第四，推动台湾地区当局增加军费预算，大幅扩编预备役人数，以及延长台军义务兵的服役期限。在这方面，台湾地区当局的配合非常默契，而且还加了一条，大力发展能够攻击到大陆纵深的远程巡航导弹。第五，就是利用佩洛西窜访这样的事件，引发两岸的紧张局势。明明施压台湾地区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就可以避免武统，但美国却偏偏要让佩洛西和美国国防部安全事务官员窜访台湾地区，以改变现状。美国的毁灭台湾计划说白了就是要让两岸打一仗，把台湾打得稀巴烂，用台湾地区的毁灭来破坏中国大陆崛起的进程，维护美国的霸权。我们要注意，毁灭和保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。美国也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，好像是在保护乌克兰人民，实际上就是在毁灭乌克兰，让乌克兰人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在美国人的眼里，台湾地区的角色与乌克兰几乎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们才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问题乌克兰化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大陆怎么破解美国的毁灭台湾计划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。只要两岸不打仗，美国的毁灭台湾地区的计划就难以实施。第二个办法，用强大的武力对台独势力实施全面的碾压，不能像俄军那样将特别军事行动打成持久战。为此，需要解放军准备足够强大的精确打击火力，在短时间内消灭台湾岛上的所有重要军事目标，摧毁台湾地区的供电、交通、能源等基础设施，打完再建设。基于台湾地区的战略纵深非常小，而且又是一个孤岛，应该撑不了几天。第三个办法是以武促统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，关键在于背后要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。第四，
用武力长期封锁台湾岛。这种模式在佩洛西窜访之后，中国大陆已经实施过。如果不打算全面打击台湾岛内的军事目标，可以让台湾岛中断与外界的联系。这个时间段可以是几个月，也可以是几年。其好处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代价比较小，不足之处是时间会拖得比较久。第5个措施，发挥解放军的技术优势，无人化作战能力的发展，破解了登岛作战和巷战所面临的难题，大力发展无人机、巡飞弹、地面和海面无人化作战平台，同样有条件把对手打得心理崩溃，让解放台湾岛的进程大幅度缩短，将损失降到最低。总体而言，对中国大陆来说，只要加强整军备战，不按美国设想的套路出牌，拜登毁灭台湾的计划就会以破产而告终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